我采访他们之前，我都会跟他们自我介绍一下，我说我是从上海嫁过来4年，曾经是做律师，然后现在台湾做 YouTuber 的卓这样。这次在我的影片当中没有进行拍摄他们，我在听他们个人的这个事件的时候，我真的是越听我的内心很煎熬了。我是学法律的，但是我好像在现在这个 moment 我什么都不能为他们做，我做不了任何事情。Hello， 欢迎来到安吉卓的频道。昨天晚上真的是难以入眠，真是太不好睡了。12月3号的下午，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有被害者家属民间团体发起的反废死游行，白玫瑰运动回来了。我是下午3点多到达现场，想采访现场群众他们对于死刑的看法。没有想到活动已经接近尾声，都快要散场了。就是很莫名的，我越接近现场，我其实什么内容都还没有听到，但是我的心情就非常的悲伤起来。当您看到这个5度判死的刘志明，他后来被改判无期徒刑，您当下的第一心情是什么？你国家没有办法给我正义，我准备自己来执行。但是我理性又告诉我，这样挣扎，我只好去看医师。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是忧郁躁郁确诊患者。你好，我是卓，想请问一下您职业是什么？是要开一个服装造型工作室的，所以我时间上比较弹性，然后我只要有余力，我就是出来帮受害者发声。这是第一次吗？还是一直会做这件事？算第一次。是之前就想做了，可是是因为凯凯案让我觉得我必须要加大力度真正去做，因为我原本就想做，可是一直没有一个契机。这个事情让所有的网友群起激愤，刚好我朋友也跟我说可以帮凯凯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就开始参与了。专程来这边声援反废死吗？对。您的职业是什么？退休教师，现任整级师，师铎奖的老师。这个加害者应该马上执行死刑。你觉得死刑的意义是什么？不要让更多的人牺牲，因为如果今天孩子被凌虐成这样子都不判死刑，那是不是我们台湾的未来的孩子都没有保障？他们全部都官官相护，或是有权有势，然后受害者或受害家属都得不到应有的公理正义，真正让人家很痛心。到底要怎么在台湾好好生活了？那您觉得死刑的意义是什么呢？希望他离开这个社会，因为他太残忍了。希望情绪上要得到抚慰，是吗？家属非常的难过，我们看到这些家属难过，我们于心不忍。你好，就是我想采访您一下，死刑的意义是什么呢？中华民国的宪法基本上里面没有死刑这2个字，死刑应该是属于基本人权，所以呢，它应该是保护所有人的生命权。宪法的第8条，人民的身体自由是要经过一定的程序才能够逮捕、拘禁、审问、处罚，而且是要经过法官的审讯。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么严格的保障只是人身自由权的话，那生命权应该更是，对不对？为什么死刑把它废除之后，让一般人不满？是因为很多被害人他的生命并没有被保障，怎么可以去给真凶保障？这是有先后顺序。对，因为中华民国宪法第22条有讲，人民的其他自由与权利不妨害社会秩序或公共利益，均受宪法之保障。它既然保障的时候，就不能剥夺生命了，所以不应该有死刑这样东西。但是我们要问一件事情：当宪法在被害人被剥夺生命，他没有履行承诺的时候，他有什么资格出来说他要保障真凶？台湾的一般老百姓讲不出这个道理，但是他有这个法感情。我就是也有看说废死联盟啊，他们会有一些理由，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待的？就是比如说死刑其实是可以有替代方案的，比如说是采用无期徒刑，不得假释，永远不得释放。那我同意，可是我们宪法现在没有这个规定是吧？对，可是证据充分的时候，我们应该马上执行死刑。死刑它是可以有替代方案的，比如用无期徒刑，不得假释，就这一条，您觉得是可以被接受的吗？我觉得它可以无期徒刑不得假释，可是加上固定鞭刑啊。他可以学那个新加坡或什么地方，就那种重大2级的，他一阵子就编一次，一阵子就编一次嘛，对啊，如果他这样子有替代方案，让我们大家心服口服，你要废死我觉得大家不会那么反对。下次他没有配套措施，他也做得不完善，他
现在就硬要推废死，真的太离谱了。所以您的意思是，就是废死这件事情是有前提的，就是说你的替代方案是要让大家心服口服，这样大家可能名义上会更加愿意接受说废死这一条，是这样吗？还是就是死刑它是不可以废除的呢？我基本上我是认为死刑不可以废除，可是如果政府硬要这样推，那他必须要说服我们啊。他都说服不了我们，我觉得在目前至少8-9成的民意，应该说大部分的人都是倾向于执行死刑的啊。但是现在就是死刑，它就是限缩了，就是说好像一些极重的一些罪行，它才要进行死刑，这个您认同吗？我觉得是台湾的法律太宽松了，我比较建议是希望他可以跟新加坡学习，因为法条方面的我没有那么清楚，可是以我们一般民众来讲，是希望说能够恶有恶报，而不是说一个人做了很多罪大恶极的事，你一直帮他找理由帮他开脱。被害人可能只会有一个律师嘛，可是加害人犯罪者他可以有3个律师去保他，这个真是太夸张了。这个天平是不平衡的啊。废死联盟他们会说我们要顺应这个国际的趋势，因为废死就是趋势，这个您认同吗？他们其实是在偷换概念，或者在做我们讲那个逻辑说有滑坡谬误的时候，他们在做一个语义上的滑坡。废死的那些国家，他们是不是比较先进的国家，还是那个国家比较符合台湾老百姓主观上认定说啊，那个国家社会是比较先进的？我看未必。大法官这一次在宪法法庭那个判决里面呢，他把 the most serious crimes 翻译成最严重犯罪，应该翻译成各种剥夺人命的极严重犯罪，然后滑坡个案，然后滑坡变成最严重的犯罪类型，再滑坡变成个案犯罪情节属于最严重。台湾说要追上国际的趋势，或者说要遵守那个公约，但是他们在 the most serious crimes 这边在做滑坡的解释，以至于现在就是这个个案，它是惨绝人寰的个案，是这个陈老师他被强盗抢劫杀人，杀人呢是被敲了14个榔头，把整个头都敲碎了的。结果呢，2审法院都认定是强盗杀人了，他不去论强奸那一部分，那也就算了。在强盗杀人的这一部分，他说这个不是最严重的犯罪情节。那请问，怎么才叫做最严重的犯罪情节，或是最严重的犯罪？采访完当晚，我就上网查询了一下这方面的资料，看到了遇害女教师的儿子他首度公开的谈话。我今天首度公开讲，是因为我觉得有些事情真的是太夸张了，不讲不行。事情是这样的，刚我爸已经是很冷静了。10年前的12月，有一天我接到我爸的电话，他说妈妈在殡仪馆。我说什么在殡仪馆？然后我爸说抢劫，你一定要坚强。然后我爸就讲不出话来，就在哭，然后就挂断了。我后来知道我爸讲的用词已经非常非常委婉，因为他看到的是我妈妈倒在血泊中。那我到殡仪馆把冰袋拉链拉开的时候，我看到我妈妈的头是脱掉的，因为她是被铁锤敲14下，活活敲死。此外呢，我看到我妈妈的上半身的重要部位是跟身体是分开的，我还以为法医检查的时候要做这样的切割，后来发现不是法医耶，是凶手咬下来的。如果听到这边你们觉得很生气，那可能你们还没有听完后面的。对方有3位辩护律师，那3位辩护律师的钱是所有台湾纳税人的钱，所以在座有纳税人，你们的钱有一部分被拿去请3位律师，但我们只有1位律师。在法庭上，我们家属是没有发言权的，我们的发言是法律上没有效力的。对方的3位律师发言时间是我们的律师的3倍。那如果我们要请到3位律师以争取发言时间，那我们要自费。但即便在这样法庭上不公平的情况下，因为证据太明显，强盗杀人、性侵结合犯的证据太明显，所以好几次地方法院跟高等法院已经判了死刑。可是到了2018年的时候，这个案件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说什么？那强盗案，那你们要调查清楚，2000元是不是真的刚好抢了2000元整？所以接下来的法庭攻防重点居然就在调查我妈妈当时去买了多少的鸡肉，然后去传唤传统市场的鸡肉摊贩，问说，4年前那位某某陈小姐她跟你买了鸡肉，你记得是多少钱吗？4年前你记得你4年前去摊贩买了多少钱吗？这要怎么查啊？那查出买多少钱，这跟我妈妈手中有多少钱之间的逻辑关联在哪里？以及这要怎么证明凶手真的抢了刚好2000元，还是多于2000元，还是少于2000元？我还没讲一个重点哦，凶手抢了车子，那还有性侵跟杀害，抢了车子，然后你把这个强盗的重点移转到
抢2000元，然后把抢2000元移转到我妈妈当时手中的多少钱，然后为了调查我妈手中多少钱，去调查一个摊贩。4年前的摊贩谁记得啊？所以今年呢，2024年最高法院说强盗证据不足，所以撤销强盗的部分，可以这样脱罪哦。这段公开谈话真的是让我大跌眼镜，因为他所描述的至亲惨死的状态，已经让我生理上感到极度的不适。再加上他所讲到的这个审判的很魔幻的审理方向，这真的是让我经历一个非常难以入眠的夜晚。我们大家啊，异地而处嘛，你愿不愿意你自己或者你家人，说是拿无期徒刑去兑换一个人家抢你的车子，在车上把你敲了14个榔头。这个判决还讲什么？他敲了14个榔头哦。他敲第一个榔头的时候，是为了抢这个车子，那个力道不晓得是多大。因为我们现在看他14个榔头印，不晓得哪一个是第一个，所以我们没办法确定第一个榔头这个真凶他是不是在当下就想让他死的，不晓得。如果这个真凶在当下就想让他死的话，那可能是最严重，这个很离谱啊！那没完哦，第一个榔头敲完之后呢，后来敲13个榔头的，我们又不清楚他敲的时候有一个名词叫做不确定故意，他心里到底是不是真的要让这个人死？这在讲什么？所有的人都听不下去，说这些人他靠读法律学法律判决出这个是常人都知道，说强盗杀人强奸是任何人都没办法忍受，包括你做裁判人都没办法忍受的时候，你居然好意思不知羞耻的说你不知道这是不是个案犯罪情节属于最严重，太离谱了。听您这样讲下来，我觉得你应该是专业做法。不是，你就晓得说一个路人甲都能够讲出这样的逻辑，这些法官太丢脸了。下地狱。那你觉得死刑它可以遏制犯罪吗？我觉得对有些人有用，对有些那个泯灭良心的没有用，因为他会做就会做。对我们这种还有道德良知的人，你会怕。那你觉得就是关于这个生命权，一个人的一个生命权，不管是被害人还是犯罪的人，你觉得是一样的吗？我觉得不对等啊，因为那个人他一个犯罪者，他可以杀了5个、10个、20个，然后他也不用赔命啊，这哪里对等了？我不知道他们这个法律到底是在做什么意思的。他们可以好好的活着可是那些受害人、受害家属，他们的家庭就破碎了他一个加害者可以造就无数的家庭破碎这哪里对等？我看不懂25号好像还有一场集会，您会过来吗？会。刚完成了我人生第1次对路人的采访，这也是我在台湾参加的第1次非常重要的一次街头集会。虽然我到的时候几乎这个集会已经快要结束了，然后已经面临着散场，但是最后我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自己收获很多。我很难形容现场的那个感受，因为我尽可能的想让自己处于一个非常中立的状态，然后去听每个人的想法，但现场的气氛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悲伤。就是我到达现场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鼻子是酸酸的。最后我留下来的时候，就是也有一些妈妈，他们的身份很特殊，他们是一些被害人的家属。也没有想到，就是之前我有看过他的横幅，也就是蔡学良的横幅，那他的妈妈也在现场。我听他讲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的内心有一种真的是一种在游里间的那种感受。我看着他拿着他孩子的遗像，然后一直翻出他孩子的那些证据，他很不容易获得的那些证据，然后告诉我说他做这一切不是为了他的孩子，而是为了这个社会的时候，我当时就低着头，他反过来安慰我说，他说秀秀你不要哭，他孩子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觉得一个妈妈她要承受那么多的痛苦，但是她现在却要做一件也许对她来讲没有那么利己的事情。我想肯定更多的台湾人比我更了解这件事情，想借着这样一个契机吧，我也想听听大家更多的对于废死的一个态度。当然我觉得也不是说一定要废除死刑，或者说是反对废除死刑，而是大家对于这个生命权，对于我们
可能在探讨的这个被害人、加害人他的这个生命权，大家的一个观点和态度吧。那也欢迎大家给卓卓留言。我觉得我做这支影片本身并不是想去辩论说应该是废死还是反对废死，就是我在想说是否有可能这两个立场之间是能够达到一个共同的利益点的，如何去推进保障这个生命权大家真正所在意的这个话题。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能够感受到现场被害人的家属以及声援者们，大家那个情感上没有得到抚慰，但是也同时会发现说，假设我们提出了一个废死的替代性方案，它真正能够安抚到所有人的人心的，让大家看到公平价值的，那我觉得这也许是未来一个可以去探讨的方向。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我们下次再见，不见不散。